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FC 红白机平台的射击游戏《帝国战机》。今天是下半期，游戏的流程一共是7关，昨天录制了前4关，今天是5、6、7。这款游戏可以说是红白机平台飞行射击游戏的画面天花板了。由于卡带上增加了独特的芯片，所以表现效果要超出以往的游戏。本作出品于1991年，已经是红白机平台晚期的作品了。这个时期很多的红白机游戏，尤其是大作，都在卡带里边加入了一些特殊的芯片，来增强游戏的表现效果。这些芯片有增强游戏画面的，有增强游戏音效的。增强游戏画面的代表作就是本作，还有《宇宙巡航机2代》。增强音乐表现的代表作就是《吉米克》。昨天更新完上半期之后，有的小伙伴跟我反映说：“大叔啊，怎么有的时候我看不见子弹？”我录制的游戏是60帧的，但现在很多的视频平台默认的是30帧。如果大家想比较完整的看清游戏细节的话，建议大家开启60帧的模式。另外，有的小伙伴看了我的视频之后表示说：“大叔啊，你的视频有点长啊。”这还长吗？我现在的视频一般都10几20分钟，我早期的视频最长的有2个小时的。但后来逐渐发现，现在的小伙伴对游戏视频时长的承受能力真的是越来越弱了。当然了，我是可以很持久的，不过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，所以我也要做出一些调整。现在一个视频15到20分钟已经是比较长的了。这个时代的人心被小视频搞得太浮躁了呀。这里是第5关的 BOSS 战，一共分3个阶段。本作的这些 BOSS 也都很有设计感。所有的 BOSS 都是分阶段的，不止一个形态。BOSS 中间可以发射出很多的勾玉。它刚才上方是一个射击盲区，所以我就采用了比较主动的姿势。这款游戏我录制的时候，上一期也给大家介绍了，是解除了游戏的活动块限制，降低了闪烁的现象，另外对游戏进行了超频。这样的话和原版相比更加的流畅，不会有拖慢的现象。刚才飞机的形态叫做光辉形态，捡到5个特殊的道具芯片就可以变身。变身之后，屏幕左下方会出现一个能量的倒计时，倒计时下降的速度很快，并且万一你被敌方撞到了，会大幅度的减少。我刚才应该被撞了不止1次，所以变身之后很快就完事儿了。这个地方给大家演示了一下2号飞机的炸弹，它具有一定的吸引能力，可以把敌方集中起来。上一关 BOSS 的时候，给大家演示了3号飞机的炸弹，
是释放一个分身，然后从其他的位置再合起来。这招如果近身释放的话，输出是很高的。刚刚的这一小段，两边有石碑，对咱们进行挤压。这个地方我感觉是整个游戏当中最难的常规版面了，因为石碑的空隙很小，非常紧，我在里边钻来钻去啊，玩的不亦乐乎。再次变身了，如果变身之后马上遇到 BOSS， 可以对 BOSS 进行有效的打击，但是很可惜，游戏的设计者考虑到了这一点，这里安排了一段石碑的版面，所以等咱们见到 BOSS 的时候，光辉形态已经所剩无几了。这里 BOSS 本身并不可怕，最讨厌的就是这两个小飞碟，它们发射的激光如果击中了石碑，会进行反射，对玩家的弹道判断造成很高的影响，不小心就会被打到。这里面对的才是本关 BOSS， 我采用的是3形态来打。这个形态需要注意它两旁的触手，如果伸到了和你水平的位置，是会向你发射激光的，小心一点躲避就可以。前方的子弹都可以消灭的，不需要考虑。第7关也就是游戏的最后一关了。如果一款游戏在最后一关安排一个 BOSS Rush 的环节，那相信玩家都不会觉得意外。把之前出现的 BOSS 再拿来打一遍，让场面更加激烈，并且也能够拖一下游戏的时长。但是这款游戏在最后一关虽然安排了很多的 BOSS， 不过都是经过了全新的设计。这里就是需要面对的第一个小 BOSS。从这一点上，你就能够看出来，这款游戏制作的是非常用心的，并没有把 BOSS 照搬或者换个皮、水一段糊弄玩家。这点是相当难能可贵的。这也能够看出来当年科乐美对本作的重视程度，确实是憋着一股做出3A 大作的劲儿来做这款游戏。不过非常可惜的是，本作没有续作了。咱们驾驶的飞机光环之翼倒是在后面其他的作品里边有登场。这其实是相当可惜的，因为本作的世界观设定的也比较完整，而且剧情方面我感觉也有可发挥的地方，比如可以做一个前传，甚至可以做后传。不过非常可惜，这些想法都没能够实现。30多年过去了，再也没有见到《帝国战机》的续作。这个地方还是比较适合使用3号飞机的，可以有效的清除两侧的敌人。打 BOSS 了，我就使用1号飞机的集中火力攻击模式。我使用的武器是红色的，蓝色武器给我的感觉是，虽然攻击力可能比较强，但是缺少一些特殊的效果。
这个小 boss 我就和他刚正面了，咱们即使把他打爆，光辉模式也无法持续多久，所以干脆就拼下命。而且光辉模式解除之后，咱们会进入一段时间的无敌。如果我使用的是蓝色武器，那么两侧的子弹没有跟踪效果。又是一个小 boss， 打完他之后就是最终 boss 战了。我现在的炸弹还有5、6个，可以多放一放。最终 BOSS 是2个形态，首先是骑着4条龙，把4个龙头打完之后才能攻击到本体。这里的关键是快速的清除掉1个龙头，让咱们有比较充足的空间来躲 BOSS 的子弹散射。4个炸弹，我选择使用1号级的炸弹，可以有效的清除掉 BOSS 的跟踪激光，这是它最有威胁的攻击方式。咱们的飞机被击中之后是掉武器的等级，然后才会爆炸，所以咱们相当于是有1滴血的。古代文明木的遗孤再次战胜了亚特兰蒂斯七魔神，并且可以看到主人公飞鸟和玛雅，还有他们驾驶的光环之翼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红白机平台的帝国战机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